为什么你懂得很多道理，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？为什么你天天读阳明心学里的知行合一，你知道却还是做不到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宇宙中有一个基本法则，能力抵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阅历。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、方法、技能，靠学习就可以获得。业力就是我们曾经创造的价值种下的因果，帮过的人，积下的恩怨。而愿力则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向往，是发心，是理想，是一切思考和行为的原动力。我们说能力抵不过业力，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逃不出因果循环，抵不过他做过的事情带来的影响。同样的逻辑再衍生一层，所谓当下心即未来命，当下命源于过去心。因果律是有一个起点的，那就是念。一念起，万水千山，天涯咫尺；一念灭，沧海桑田，咫尺天涯。那念又是从何而来的？答案就在这个字里，叫愿。溯本求源，愿力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这个力量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拥有，只不过你一直都不会用。缘分使然，今天你刷到了我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将教会你如何最大程度的调用愿力，让你的人生从此事半功倍，心想事成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许过愿吗？许过那你曾经许下的愿望都实现了吗？有些实现了，有些没有实现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请问你许下的愿望和愿望得以实现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？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没有要是真有的话，那还你有什么那个叫事与愿违这个词什么事儿了，对吧？那不人人都能心想事成了呀？你别说，其实还真有。老话说过4个字，心诚则灵。也就是说，你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说到这儿，该有人反驳了说不对，这个信是迷信。我想告诉你，迷信和坚信之间只有一字之差。你知道为什么，然后知行合一，你坚定的坚信得实果。你压根儿自己都不懂得为什么，然后迷糊的盲从，那就真是迷信得虚果。一个向内求得自正，一个向外寻得自好理，结果自然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好，那既然灵不灵看心诚，那这个心诚该如何理解呢？政治讲很晦涩，容易长杠精，我反着跟你讲不诚，你就更容易能听得明白。所谓不诚，就是你的愿力，你的念受到了以下2种外念的干扰。第一种叫杂念，这里先要跟你同步一个纯念17秒法则，说的就是你的一个念头，一个愿望，要纯然且专注的持续到17秒的时候，才能跟这个宇宙产生同频共振。然后呢，宇宙就会给你反馈一个同频同质的想法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叫灵感、指引或者线索，用来指导我们达成愿望的时间和空间。纯念保持的时间越久，愿望达成的时间就越短。反之，这个过程中一旦产生了杂念就是和这个纯念的念头本身无关的念头，反馈瞬间中断，这个念也就立刻失效。不要小看这17秒，这17秒相当于2000小时的行动量。很多人一直在傻傻的努力，却一直不得其法，而拿不到结果。然而有些人看似不怎么费劲，却轻松的就取得了成功。大部分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于这个人天生就聪明天才，这个人呢背后有高人指点。而事实上哪有那么多的天赋异禀和贵人相助？这些人只是具备了这一个能力，就是用更持久的纯念获取灵感、作弊的能力。这种接受心念指引的奇妙经历，在道家里被总结为色其对，闭其门，道法自然，
无为无不为。而在禅宗里把这种链接叫做三摩地这种链接系统称作无念行。冥想也好，打坐也罢，都是方法，都是为了实现这个链接的过程。说到这儿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现在能不能做到17秒专注在一个念头上而心无杂念，然后就是34秒、51秒、68秒。当你能做到心无外物的保持一个纯念68秒的时候，这就是能量转了物质的临界点。恭喜你，心想事成，你就已经完成了一半。克服另外的50%，你将修成正果。第二种外念叫做转念，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推翻。很多人的状态是每当他们说他们想要一样东西，下一句马上就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获得它，并且列举出种种的事实依据来支撑这个说法，使得这个解释显得很合理。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对自我实现愿望的推翻与破坏。我给你们举一些例子你听听是否耳熟。我要改变，但是改变很难。我要做自媒体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。我要创业，但是我没有启动资金。我要买车，但是听人说车还会再降价。以上的种种想法，你如果从一个超越的角度跳出来看，你就会发现他们都遵循着统一的模式，叫做我要，但是。当你说我要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就会往一个方向跑，然后你紧接说但是的时候，这个想法马上又往反方向跑。当你说我要的时候，宇宙的能量就会往一个方向开始创造，然后你紧接着说但是的时候，这股能量马上又将上一股能量对冲抵消掉了。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能量在启动的一开始，就因为自我推翻而失去了创造力。这就是所谓的自我设限。他们一想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马上在下一秒就起了一个转念，那就是要找一些事实依据来否决掉的。如此一来，能量就永远没有机会启动循环强化的滚雪球效应。油门刹车一起踩，这辆车哪儿也去不了。水从1度到99度都是一个状态，只要它没到100度，10000年它也沸腾不了。好，杂念和转念两种不成跟你说明白了，那我们自然就得到了心诚则灵的正解了，那就是由心而生的两个非常坚定的词儿：专注和坚持。所谓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现在很多人的状态是常觉心累，是迷茫，是处在迷雾和浓雾当中的没有方向和不知所措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用眼睛看世界，而不是用心去感知世界。是因为大家都适应了追求潮流去寻找方向，而不是听从自我的内心去判断未来。我再说句大白话，大多数人其实是因为别人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什么，而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。而事实上，你只有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你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。这个就叫因物依缘，然后在愿力的指引下，你自然就能做到知行合一。面朝大海，可以是春暖花开，也可以是雪海无涯，背后就是心性，就是愿力的力量。当你一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，你的人生自然山河广阔，水远天高。最后把左宗棠的这副对联送给你：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，择高处立，寻平处住，向宽处行。与君共勉，愿您坚定且清晰，永不迷茫。